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件震撼国际的事件，中共竟被抓到暗中协助伊朗制造500枚弹道飞弹。这消息一出，以色列震怒，许多国家也纷纷对北京投以警惕的目光。更令国人关注的是，不少分析认为全球风向因此正在倒向台湾，台湾反而变得更安全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为何要冒着风险帮伊朗造飞弹？这对台湾的处境又产生了什么影响？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背后的曲折故事。首先，事情的起点要从今年6月的一场中东战争说起。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史称12天战争。这场战争来得突然，却规模惊人。以色列空军连同美军在冲突初期猛烈轰炸了伊朗的导弹基地和核设施，试图一举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而伊朗方面则强硬反击，数百枚中程弹道导弹如雨点般射向以色列本土，甚至连美国在卡达的中东最大空军基地都遭到导弹袭击。一时间，中东战火延烧，全球屏息关注。双方激战多日后，终于在第12天停火休兵。战争结果如何呢？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以色列宣称，在战争一开始的空袭中，就已摧毁了伊朗相当大比例的飞弹库存和关键核设施。美国总统也高调表示，这次联合军事行动重创并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然而伊朗并不认输，伊朗高层反而对外放话，强调这场冲突证明了伊朗导弹部队的实力。他们向世界炫耀以色列的多层防空网仍然无法拦截全部伊朗飞弹，宣称己方逼得对手在第12天不得不接受无条件停火。伊朗外长强硬表示，经过战火洗礼，如今伊朗的防卫和导弹实力比战前更加强大，绝不会在任何未来的谈判中讨论削弱导弹计划。可以说，这场12天战争虽然时间不长，却极大地消耗了伊朗的飞弹库存，同时也激发了伊朗重建军力、报复雪耻的决心。战后局势扑朔迷离，美国和以色列虽然重挫了伊朗一回，但也深知伊朗不会善罢甘休。果不其然，停火没多久，西方情报界就开始侦测到异常的动向。伊朗似乎在加紧寻找外援，想要迅速重建其导弹武库。而环顾当今国际，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协助伊朗提升军备的对象并不多见。最具嫌疑的莫过于近年来和德黑兰越走越近的北京当局。时间进入9月末，幕后黑手真的露出马脚。西方的卫星监控和情报网络发现，自9月底开始，陆续有10多艘货船从中国港口悄悄驶向伊朗。他们的目的地是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一个面向波斯湾的关键港口。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批神秘货轮运载的并非一般商品，而是一种名为高氯酸钠的化学原料。高氯酸钠是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它是制造固态火箭推进剂的核心成分之一。固态燃料飞弹的推进剂离不开高氯酸盐，其中过氯酸铵是常用的关键材料，而高氯酸钠正是过氯酸铵的前驱物。有了足够的高氯酸钠，就等于掌握了源源不绝制造火箭燃料的命脉。情报显示，在短短几周内，中方这些货船一共向伊朗输送了约2000吨的高氯酸钠。2000吨是个什么概念？专家计算后倒吸一口凉气，如此数量的高氯酸钠足够制造出约500枚中程弹道导弹所需的燃料。没错，500枚飞弹，这几乎可以把整个中东搅个天翻地覆的数量。要知道，在6月的那场战争中，伊朗发射的飞弹数量虽多，但远不到500枚。如今短短几个月内，北京竟协助德黑兰补足了相当于数场战争用量的飞弹燃料库存。这意味着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将被大大提速重建，伊朗政权迫不及待地要卷土重来，而中国的暗中援助正是他急速恢复元气的关键推手。更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此番对伊朗的援手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系列行动。今年稍早的时候，其实就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在协助伊朗筹备战后军备重建。美国财政部在2025年4月时就曾经公布对多家伊朗和中国实体的制裁名单，点名他们协助伊朗运输火箭燃料成分，包括高氯酸钠等化学品。其中一家名为深圳成城物流的中国公司和一家盐岭某化工厂都在被制裁之列。
当时美方的制裁意在阻断这条秘密军火补给线，但效果有限，伊朗和中国方面似乎并未因此收手。事实上，情报人员发现，今年6月，也就是战争停火后不久，又有一批约1000吨的高氯酸钠运抵伊朗，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中国供应。换言之，北京早就在战争前后持续不断地向伊朗输送导弹相关材料，直到9、10月间，这波更大规模的2000吨运输才终于惊动了国际社会。这些秘密运输的曝光过程犹如谍报小说般惊险。据了解，多国情报单位联手追踪这条中国伊朗的军事物资走私航线，他们不仅调阅了货运清单和港口记录，还透过船员的社群媒体动态和国际航运数据追踪可疑船只的行踪。原来，中方参与运输的船只十分狡猾，为了避人耳目，有的途中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 AIS 定位信号，试图隐身于茫茫大海。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猎人的眼睛，这些异常航迹最终还是被抓个正着。其中一艘名为巴什特号 Basht 的伊朗货轮尤其引人关注，它名列美国制裁黑名单，但依然往返于中国和伊朗之间运货。今年春季，据传这艘船就在运送危险化学物时，于阿巴斯港发生过可怕意外。4月下旬，阿巴斯港一处仓库突然大爆炸，造成至少57人丧生。虽然伊朗官方否认那次爆炸与军火物资有关，声称只是工业事故，但外界怀疑那正是违禁的火箭推进剂原料在搬运储存中引发了灾难。种种迹象显示，为了帮助伊朗重建飞弹力量，中共可谓不择手段，罔顾风险，铤而走险地进行了一系列秘密军事物资输送。消息终于传到了西方决策者的耳中。11月中旬，美国国会2位重量级议员众议员克里什纳莫提和寇特尼联名致函美国政府高层，要求立刻调查并制止中国企业按住伊朗飞弹计划的行为。他们在信中措辞强硬，直指北京此举公然无视国际制裁，是在帮助伊朗这样的威权国家重新武装，对中东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他们警告说，美国过去所采取的威慑措施明显已经失败，北京毫不畏惧美方的警告，一意孤行支援伊朗取得攻击性军事能力，这对美国而言是一条不可容忍的红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英法德等国刚刚启动了所谓快速恢复制裁机制，重新恢复了对伊朗的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根据这些制裁决议，各国被明令禁止向伊朗提供任何可用于研发核武运载系统或增强弹道飞弹能力的武器与材料。本来联合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条款早些时候因为核协议而逐步到期松绑，但鉴于伊朗继续发展导弹并涉嫌突破核限制，西方国家动用机制把制裁一键恢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遵守决议并负起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然而，北京当局却对9月恢复的制裁视若无睹，甚至公开表示不承认所谓快速恢复制裁的合法性，声称美西方没有权利片面恢复联合国对伊制裁。现在倒好，中国干脆直接被抓包，自己就在违反制裁输出敏感材料给伊朗。虽然高氯酸钠这种化学品没有具名列在制裁清单上，但它和被禁止的过氯酸铵只是化学形式上一线之隔，谁都看得出来北京这是打着擦边球在钻制裁空子，如此明目张胆地挑战国际规则，难怪美国和盟友们群情激愤。美国政府随即展开行动，一方面华府对外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国家支援伊朗发展违禁武器，另一方面也在筹备进一步的惩戒措施。11月底，美国宣布新一轮大范围制裁，将协助伊朗重建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计划的相关涉事方悉数列入黑名单。这份名单涵盖了8个国家的30多个实体和个人，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公司和人士。换言之，美方正动员全球力量要斩断伊朗获取军事物资的外援网络。华府决策者深知，伊朗背后若无大国撑腰，光靠自力更生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大量高性能飞弹的生产。因此，只要能遏制住中国等对伊军援的来源，就能更好地限制伊朗的威胁。对美国而言，这件事也再次凸显了中共当前的国际角色定位。
北京似乎正日渐成为一个支持违反国际规则、挑战西方利益的麻烦制造者。从俄罗斯到北韩，从伊朗到其他受到制裁的政权，中共与这些国家的走近已经引发了华府高度警戒。而最为震怒的莫过于以色列方面。试想，哪个国家会对此事最敏感？当然是直接处在伊朗导弹威胁阴影下的以色列。长期以来，以色列把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视为头号生存威胁。此次12天战争更是让以色列亲身体验到伊朗导弹雨的威力。好不容易熬到停火，以色列还在抓紧时间修复防御，寻找外交途径防止伊朗东山再起，却猛然发现中国在背后偷偷给伊朗送去了能制造数百枚新飞弹的原料，这无异于在以色列背后捅了一刀。可以说，消息传来之时，耶路撒冷高层的震惊与恼火绝不亚于华盛顿。尽管以色列官方没有在媒体上大肆渲染此事，毕竟以中之间有既定的外交关系，要顾及面子，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早就将北京的这笔暗盘军火交易锁定为重点监控对象。事实上，有分析推测，这次中国对伊朗输送高氯酸钠的内幕，很可能就是以色列和西方情报界密切合作调查后提供给美国国会的。换言之，是以色列帮忙逮到了中共和伊朗暗中勾结的现行犯。那么，以色列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一向务实的以色列人绝不会只是私下生闷气而已，他们很可能已经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过去10几年，以色列在经济科技领域与中国有不少往来，例如中国企业参与以色列的基础建设投标，双方有一定的技术和投资合作等。但同时，美国也多次敲打以色列，要他们对中国提高警惕，别让中国渗透关键基础设施或获取先进技术。如今中国公然帮助以色列的头号敌人重整军备，等于狠狠证明了美国的警告并非多虑。可以预见，以色列政府未来在对华合作上将更趋谨慎甚至冷淡。据媒体披露，在这次事件后，以色列已考虑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特别是在港口、电信等敏感领域防范中国势力。同时，以色列也会更紧密地同美国分享有关伊朗和中国的情报，确保对伊朗的监控不留死角。有传言称，在军事上，以色列甚至可能开始默许某种程度的对台湾安全合作。虽然碍于外交立场不会明说支持台湾，但不排除私下里以某些技术经验交流的方式来变相牵制中国的扩张。毕竟此刻的以色列深切体会到，北京并非什么中立调停者，而是一个愿意武装自己死敌的潜在威胁。对以色列来讲，在大是大非上站稳与美国一致的阵营，远比对华经贸利益重要。放眼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这起中国援助伊朗飞弹的丑闻也在加速改变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一股全球性的舆论和外交风向正在转变。我们不妨仔细观察最近各国的动作。欧洲各国对中国态度明显趋于强硬，连过去相对温和的法国、德国，如今在谈到中国时，也开始直言不讳地提到战略竞争乃至安全威胁。为什么？因为欧洲人也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个远东经济伙伴，它正在成为助长中东军备竞赛的推手，破坏欧洲邻近地区安全的因素。尤其当北京无视联合国制裁帮助伊朗重拾利齿，欧洲各国怎能不心生警惕？试想，如果将来伊朗的飞弹技术更上层楼，不仅以色列、欧洲东南部，甚至整个欧洲都有可能被纳入伊朗导弹射程。中国此举形同是在欧洲门外放了一只猛虎，欧盟各国当然要考虑如何联手驯虎。近期，欧盟已开始研议对中国相关企业施加制裁或出口管制，以惩罚其破坏国际制裁体系的行为。同样的，在联合国场合，英法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更加直接地与中俄阵营进行交锋，不再对北京客气。总的来说，因为伊朗飞弹事件，欧洲对中国的幻想进一步破灭，加速靠拢美国阵营，以更团结的姿态来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挑战。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对此事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典型的就是沙乌地、阿拉伯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主要是什叶派政权，本就存在地缘和宗教上的尖锐矛盾。
他们原本对中国近年在中东扮演的和事佬角色还抱有一丝期待，毕竟今年3月是中国出面斡旋，让沙乌地和伊朗重启外交关系，签署和平声明。然而现在沙乌地等国发现，所谓的中国调停不过是场表面文章，转头北京竟然在背地里卖东西给伊朗强化军力，这对阿拉伯国家而言无疑是大大的警讯。北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东和平稳定，却在行动上帮助他们的宿敌壮大武装，这还能让人信任吗？据了解，沙乌地已经私下向中方表达了严正关切，质疑北京此举是否符合中沙之间的战略互信。不仅如此，沙乌地和阿联等国正悄悄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协调，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居中调停。他们深知，真正能在军事上驰援自己、遏制伊朗的还是美军和西方盟友。在这起事件后，中东多国势必更谨慎地与中国打交道，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靠不住的篮子里。亚洲地区的反应同样值得关注。对印度、日本、韩国这些亚太国家而言，中国援伊事件再次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北京当局扩张野心和不择手段的本性。印度长期面临来自中国的边境压力，近年也担心中国对邻国如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的影响力渗透。现在看到中国竟无视国际禁令去壮大伊朗这个麻烦国，印度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中国不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伙伴，而是一个潜在威胁，需要团结志同道合国家来制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近来加速加强与美日澳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合作，对台湾议题也表现出更公开的支持态度。日本和南韩则更不用说了，作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他们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今年日本更是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明确将中国和北韩的威胁写进国家安保战略中。中国援助伊朗飞弹的消息传出后，日本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批评北京破坏国际秩序，助纣为虐。南韩媒体也联想到中国对北韩核岛计划的放任，认为北京根本不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这些亚洲民主国家与其说是倒向台湾，不如说是更加紧密地站到了以美国为首的抗中阵营中，而台湾正好是这个阵营里备受关注的一员，自然也就享有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说在这一波风波之下，全球局势的转变反而让台湾更加安全了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当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看清中共当前的野心和威胁，台湾所处的战略位置就越发受到重视和保护。以前某些国家或许对台海议题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但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共今天能在中东搅局，明天就可能在西太平洋生事，支援伊朗飞弹库存的同一双手，也可能按下对台动武的按钮。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更愿意在道义和行动上声援台湾，防止北京在亚洲复制它在其他地区的挑衅行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几个具体的趋势。首先，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更加明确且行动化。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层在中国援伊事件后，深感有必要加大对台军售与军事协助的力度，以确保中共在多条战线上投机冒险时不敢轻启台海战端。近期美方不仅加快了对台先进武器交付的进度，还考虑在印太地区部署更多威慑力量，明确告诉北京不要对台湾轻举妄动。其次，欧洲对台海局势的关注度直线上升。虽然欧洲和台湾远隔万里，但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让欧洲人明白，如果放任威权国家各个击破国际规则，最终威胁将无远弗届。于是我们看到，欧盟多国议会近来通过友台决议，组团访问台北的频率显著增加。某些欧洲领袖也在公开谈话中首次直接点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台湾而言，这些都是宝贵的外交资产。再者，国际舆论场上，台湾的民主形象和价值定位更加鲜明突出。当全球媒体在谴责中国援助邪恶轴心时，自然而然就凸显出台湾作为民主阵营一员的对比形象小小。台湾秉持自由法治，正处在专制霸权压力最前线，这样的叙事引发了更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许多国家的人民现在对保卫台湾这一概念的认同度提高了，因为他们从伊朗事件联想到，
若让专制者在一处得逞，自由世界其他地方也将陷入危险。或许有人会问，难道单凭中国这次帮伊朗造飞弹被抓包，就能让全世界倒向台湾吗？当然，国际政治从来不是一夕之间翻转棋盘。然而这次事件正是大势所趋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共在国际上的一系列作为，从南海军事化，在东海胁迫邻国，对内打压香港、新疆，到对外不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拉帮结派援助伊朗、北韩，种种行径早已让许多国家逐渐警醒。台湾问题过去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美之间的议题，但现在愈来愈多国家认识到，台海的安危其实牵动着整个国际秩序的稳定。如果纵容北京拿下台湾，下一步他还会威胁谁？就如同现在放任他支援伊朗，下一步是否助长伊朗对周边国家的攻击野心？大家开始把这些点串起来思考了。所以，与其说全球倒向台湾，不如说全球在对抗中共扩张的立场上更加一致坚定，而台湾正好处于这条对抗战线的最前沿，自然成为受保护的对象之一。对台湾来讲，国际环境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利多于弊的。在中国援伊事件曝光后，北京当局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方面，他们想拉拢的许多国家因为不满其所为而离心离德；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反制自己的国际联盟。这种情况下，中共若还妄想对台湾轻举妄动，无疑将面对更严厉的围堵和反击。毕竟，连中东地区的安全都与中国行为紧密相连，台海这个公认的潜在火药库，岂能不引发更高的警戒？如今美欧日等主要强权在对华政策上趋于强硬，国际联合遏制之势已然形成，这对台湾的安全环境是一种正向加持。可以说，由于北京这次的不智之举，反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护栏，震慑中共在台海不要轻易生乱。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因这股国际支持而增添了一分安全系数。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毕竟台湾的安全终究要建立在自身的实力和准备之上。国际风向有利虽然值得欣慰，但风向是会变的，国际政治的现实考量也可能瞬息万变。对北京而言，眼下因为援伊事件陷入口诛笔伐，或许会暂时收敛对台强硬动作，以免再招致更大围攻。但从长期看，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野心不会因此改变。如果国际压力让他们感到战略机会窗口缩小，不排除其未来某天铤而走险。所以台湾更需把握当下难得的国际同情和支持，加速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巩固与盟友的合作关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不可侵犯。总而言之，中共按住伊朗造飞弹被抓包这件事，就像一记响亮的警钟，敲醒了许多原本对北京仍抱有幻想的人。它让世界更加看清了今日中共政权的真实面目，一个敢于为了一己私利撕毁国际规则，串联集权政权挑战民主阵营的麻烦制造者。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民主国家站到一起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台湾作为自由阵营前线，自然也就获得更多善意与护持。对台湾来说，当前的国际环境可谓略有转机，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比过去几年更安全、更有利。我们当然应该善加利用这个机遇，同时也要居安思危。毕竟风云诡谲的国际局势下，挑战仍层出不穷。未来北京会如何应对这次挫败？会不会转而在其他地方制造新的冲突来转移视线？这些都是未知数。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唯有我们自己持续努力，强化国防，团结民主伙伴，才能在风高浪急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台湾比昨日更安全了一些，但明天的道路仍需我们戒慎以对，步步为营。让我们在国际支持的背后凝聚自身的力量，为台湾的长久安全奠定最踏实的基石。安全的契机来之不易，唯有珍惜并善用，我们才能真正无惧风浪，守护家园。以上就是今天的深入探讨，从中共按住伊朗造飞弹，到以色列震怒，全球警醒，最后谈到对台湾安全的影响。我们看见了国际局势环环相扣、瞬息万变的一面。或许正如一句老话所说，危机就是转机。这场风波对中共而言是危机，对台湾而言未尝不是一个转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国际局势的浪潮中站稳脚步，
借力使力，让台湾变得更安全、更强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